公主你先走，我们断后。追！给我放箭射马，别让公主跑了。哼，公主殿下，这合欢散的滋味不好受吧？谋杀皇族，你们就不怕我皇姐诛你们九族？你的人都死完了，谁知道是本统领干的？认命吧！这里可是寻仙台，你难道就不怕惹怒了仙人？仙人？你不会真的相信有仙人存在吧？给我拿下！什么鬼东西？这他妈是哪儿？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我不是撞大运了吗？离交班还差50块，这操蛋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我操！艾玛，我这是让大运给撞拍戏的片场了吗？妖怪，铁盒子成精了，他把统领撞飞了。仙人，预言是真的，仙人真的降世了。啥？仙人？这是啥时候出的诈骗套路？美女，你这长这么好看，怎么也干上诈骗这行了？装神弄鬼，管你是人是妖！放箭！给我放箭！你们是想抗命不成？不是你们玩真的？我操！真是啊！法治社会你们玩这么大？不对不对，难不成你们真是古人？我穿越了？不管了，美女上车！大人，时代变了，吃尾气吧你们！追！给我追！那铁牛受了重伤，跑不远。将军，那铁盒子跑了！追！统领，追不上了！那奇怪铁牛速度惊人，快若奔雷，兄弟们的快马都跑断了腿，竟连他的影子都摸不着。疼的脸都红了，这肩膀上的伤得赶紧处理啊！算了算了，救人救到底吧。诺，你自己上药。仙人，我不会用这个。可能会有点疼，你忍着点啊。那群畜生真是一点不懂怜香惜玉。仙人，救我！美女，你冷静点，你这样属于违背男士意愿的，不可以。完了，我不干净了。仙人，是灵儿该死，竟以凡人之身玷污了仙人纯净无瑕的仙躯，都是我的罪过。别，美女，我真不是什么仙人，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您就是仙人，您不仅开着神奇的座驾，衣着也异于常人，更在灵儿绝命之际破空而来。您定是上苍派来救我大钱黎民于水火的仙尊。好家伙，这姑娘自己就把逻辑闭环了，这 CPU 转的都快冒烟了吧？唉，行了，别脑补了，给你防身的。女孩子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荒山野岭的，坏人多。这宝贝你拿着防身。
雷霆，仙师竟能将天雷囚禁在方寸之间。小意思，记住，这叫9天引雷杖。要是再有坏人，你就这样一摁一捅，保准他外焦里嫩。仙人，此等贵重的仙家法器，小女子受之有愧。啥仙器呀？拼夕夕折扣19块9包邮，有啥贵重的你就拿着吧。感谢仙人赐下法器，仙人有如此通天彻地之能。小女子以大钱降宁公主之名，恳求仙人出手，护我大钱苍生。我大钱欲感念仙人，世代供奉。说了我不是仙人，你看看我一穷二白，拿什么帮你？一穷二白，我明白了。倒是我忘了礼数，求仙人出手，怎能没有祭品？事出突然，这枚玉佩，求仙人务必收下。你来真的？这玉佩看着挺漂亮，应该能卖不少钱吧？对了，我那块玉呢？不会被撞碎了吧？还好没碎。仙人终究还是不肯出手，是怕卷入是非吗？我大钱真就毫无希望了。不对，仙人一定是嫌祭品太少。我所求是拯救天下的大事，一块玉佩怎么够？我必须回去，找来更多的祭祀之宝。要不是你把他撞上前，我怎么可能撞到他？全责你自己处理。我不是故意的，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先看看人有没有事。难道刚才那些都是我被撞晕后做的梦？我操，不是梦，我是真的穿越了。姑娘，你受了这么重的撞击，怎么可能一点事儿都没有？嗨，咱们打工人主打一个皮实，人没事就好。我是苏氏集团的苏清雪，这事儿我全责。为了表示歉意，我先私人转你50万作为补偿。什么？50万？对，50万，你别嫌少。车的损伤我们可以走保险。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都走保险吧。我还有事儿，先走了。苏总果然大气。我扫你。干嘛？你自己说的50万，想赖账啊？是清雪啊，有什么事吗？唐老，你快看看这玉佩。这是大钱皇室才能佩戴的皇室玉佩，是真正的无价之宝。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有这东西，你们集团那个1000亿级的文化项目，我代表专家组全力支持。我知道了，唐老。陈先生，这枚玉佩你可愿割爱出售？我愿出1个亿收购。你说什么？1个亿？1个亿，这破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嘿嘿嘿嘿，明天必须去提个大平层，买10台空调，围着我360度立体环绕吹。这玉佩吸了我的血，不仅能带我穿梭两界，好像还有点别的名堂。我操！随身空间，这简直是跨界倒下的终极神器啊！走你！1块玉佩换1个亿，要是我能多搞一点古董回来，那我不是彻底发达了？就这感觉，走你！李凌若啊，李凌若，你昨日竟以这番污秽之躯面见仙师，
甚至还用这凡夫俗子的身子亵渎了仙师的清白，简直是大逆不道。回宫前先洗洗吧，若这副模样让姐姐看见，姐姐又要担心了。哎呦我操！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那什么，本仙师方才只是去上界置办了点产业。喏，这件法器送你了，看你热的，降去火。如此精巧的神物，竟能无缘生风，多谢仙师赐宝。先不说这个，本仙师确实可以施展神通拯救大钱，但是呢，天道有天道的规矩，等价交换，你懂吧？只要能救天下苍生，仙师要什么灵儿都给。哦，真的，要什么都可以。灵儿所说字字属实，哪怕仙师要灵儿的命，灵儿也绝无怨言。哎，要你命干嘛？本仙师需要一些东西来稳固时空法阵，比如你们这儿的文玩字画、黄金，尤其是主持、玉佩，越多越好。灵儿明白了，灵儿毕尽全力搜罗这些物品，献给仙师。那你们大钱眼下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饥荒。大旱3年，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如今城外的流民已经开始易子而食，大钱的根基快要断了。多大点事儿？只要有足够的祭品，粮食本仙师绝对管够。仙师真乃我大钱的救世者，只是灵儿下次该去何处寻你？无需你寻，本仙师自会在你需要时出现在你身边。就像方才那样，突然出现偷看灵儿洗澡吗？那是本仙师的传送阵出了点小故障，下次你直接摆好请仙坛，本仙师正大光明的来。行了，你继续洗，我不看。仙师若是想，灵儿也可以伺候仙师一起沐浴的。洗，你赶紧自己洗，我去给你搬粮食去了。记住我们的约定。仙师都流鼻血了，灵儿给你擦擦。那什么，我先走了。跑得真快，想不到仙人也是个有贼心没贼胆的色胚。不过，灵儿为何有些讨厌不下来呢？这玉佩果然能让我在两界穿梭，发达了！车子、票子、妹子，我来了！真香！真是个妖精，要不是哥定力山，刚才真就回不来了。需要粮食是吧？这还不简单。出发，进货！这个牛肉面，还有自热火锅、午餐肉、压缩饼干，别看了，这一排每样先来10箱。支付宝到账300万元。哎，陈老板大气，这是给您搭的赠品，改装过的喷火鞘加压的，火舌能喷1米多，烤猪毛、烧猪皮，贼拉好使。好东西，谢了老板。这些粮食应该够应急了，就是不知公主殿下你那金银珠宝准备好了没？这一次先定个小目标，准他10个亿。陛下，如今北方大旱，流民四起，边关军饷也已拖欠3月，请陛下速速下拨赈灾款与军饷。荒
半月前，朕刚从国库拨出最后的50万两雪花银，这么快就用完了。陛下明鉴，灾情严重，那50万两不过是杯水车薪，还请陛下早做决断。赈灾款究竟去哪儿了？你们心里清楚。如今国库无银，你们待如何？臣等斗胆，请陛下动用皇家私库，以解燃眉之急。放肆！你们这是要榨干皇家最后一丝底蕴。陛下说笑了，这天下可是您的天下。此事稍后再议。寻仙的队伍为何还没消息？祥宁公主人在何处？陛下，祥宁公主寻仙心切，途经险地，怕是凶多吉少。你说什么？丞相恐怕要失望了。本宫不仅活着，还要状告你谋反。陛下，丞相安插护卫统领魏渊，在寻仙桃下药设伏，意图刺杀本宫，还请陛下为本宫做主。陛下，此言乃欲加之罪，还请陛下明鉴。公主殿下，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老臣对大钱忠心耿耿，您污蔑臣有不轨，可有证据？魏渊身上的伤就是证据。宣魏渊上殿。魏渊，将你所犯之罪如实招来，本宫或可饶你一死。陛下，臣冤枉啊！臣拼死护卫公主，那些刺客全都是流寇，公主身边的亲信也都死于流寇之手。臣这身伤也是为保护公主而受的。你胡说！公主殿下，照魏渊所说，殿下护卫即已死绝，您又是如何从流寇手中逃脱的？是仙人，仙人驾钢铁瑞兽踏破虚空而来，挥手间救了本宫。属下不曾看到什么仙人。灵儿，休要胡言，仙神之说虚无缥缈，你怎可当真？皇姐，仙人真的存在，只是仙人不屑沾染凡尘俗气，暂未入朝。但他赐予本宫一件护国圣器，足以证明其通天彻地之能。仙器，末将纵横沙场数十载，倒要开开眼，看看是什么神兵利刃能敌得过我大钱的10万铁骑。就是这个。殿下，您拿这么一截黑漆漆的烧火棍出来，就想汪骗满朝文武，简直荒唐至极。凡夫俗子安知仙家手段？诸位且看好了。这材质非金非木，浑然一体，竟找不到明显切缝与锻打的痕迹。没有机构，没有葫芦阵网，竟能凭空生出雷电之光，此等夺天地造化之神物，绝非凡间工匠能锻造啊！工部尚书，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竟被这种花里胡哨的杂耍把戏唬住。什么9天引雷杖？这盾尖上的电光细如发丝，看着唬人，实则怕是连只山鸡都劈不死。就凭这种软绵绵的雷光，狗屁的镇国神器，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大将军既然觉得是杂耍，那可敢亲自来试一试仙师的雷法？有何不敢？本将军一身横练硬功，刀枪不入，我倒要看看这烧火棍能奈我何！神雷现世，这是能破钢筋的天雷之威，仙人发怒了！
这怎么可能？这是仙人在敲打我等凡人啊！仙师恕罪。灵儿，你已经真的寻到了仙。陛下，就算这真是仙器，可那又如何？这只是一件能杀人的死物，能凭空变出10万担粮食吗？能拯救我大钱100万饥民吗？能抵挡敌国数万铁骑吗？大钱要亡了，你拿个杀人法器在朝堂上耀武扬威，救不了大钱吗？仙师之能包罗万象，岂是你这凡夫俗子所能揣度的？多说无益。若公主能请仙人真身降世，当众降下10万担粮草，老臣则奉上我这颗项上人头。好，我答应了。若请不来仙人，公主又当如何？既然丞相想赌，那本宫就陪你。好，若公主请不来仙人，便要下嫁老臣长子，公主府所有家财都要添做嫁妆，以安朝臣之心。公主，你敢吗？有何不敢？备驾，问仙台。立刻派人去城外难民营散布消息，就说祥宁公主要在问仙台请仙人下凡，赐下救命粮食。相爷，这是为何？只要他在10几万饥民面前拿不出粮食，皇室的威严便会彻底沦为笑柄。届时民怨沸腾，这大钱的朝堂便只能听老夫的。快去！相爷英明，属下这就去。哎，听说了吗？祥宁公主要在问仙台请真正的神仙下凡，给咱们老百姓发粮食救命呢。说是要降下10万担粮草。省省吧，旱了3年了，当官的什么时候管过咱们的死活？他们只会贪墨赈灾款。什么神仙下凡，十有八九是权贵们为了安抚咱们这些快饿死的人，故意做的一场大戏罢了。哎呀，管他是不是作秀，万一真有神仙降粮呢？哪怕去捡几粒米也行啊。也是，去看看，要真有粮，俺的娃也能多活2天。都半炷香了，仙人怎么还没来？呸！我就说这些当官的在做戏。咱们连树皮都吃不上了，他们还在祭台上跳大神。什么仙人降粮，分明是骗咱们来这里等死。皇室根本不管咱们的死活，都是骗子！祥宁公主，吉时已过，你所谓的仙师在何处？还是说，大前皇室是在拿100万灾民的命当儿血？陛下，祥宁公主亵渎神明，欺瞒苍生，已引发民变，请陛下立下罪己诏，还权于朝，以平民愤。请陛下下罪己诏，还权于朝。你们这是要逼宫！陛下言重了，臣也是为了大钱治下万人。够了！仙师，您说过会在我需要时出现，难道您真的只是灵儿的一场梦吗？仙师不知，灵儿愿以死谢天下。灵儿，不要！你们这是找死！终于来了！仙人来了！这不是作业，这是真神降临了！如此庞大的钢铁巨兽，非人力所能造。神迹，看那车轮，竟比人还高！仙人，这绝对是仙人！你疯了！本仙师刚回上界盘了整个超市，还没开始赚大钱，你在这儿给我抹脖子！你死了，谁来帮我拯救大钱？仙师，您真的回来了，
灵儿以为你嫌弃大钱破败，不要我们了。别瞎想，本仙师说会回来，就一定会回来。活神仙降世了！都闭嘴！这一定是妖法幻术！大将军还愣着干什么？进去听令，解阵，杀了这个妖人，夺了这妖车！末将得令。仙师小心，他们有重甲护身。重甲，在本仙师面前土鸡瓦狗罢。我的铠甲在融化，这是什么火？水浇不灭，连钢刀都红了。三昧真火，这是天界的圣火！挥手间真火自现，焚尽世间邪魔。仙师显圣，仙师饶命啊！三昧真火，这世间难道真的有仙？翻手引雷，覆手真火，天不亡我大钱！灵儿，你竟真的为大钱请来了救世的真神！不可能，这不可能！哟，这位有点眼熟啊，这不是那天带人追杀我和公主的统领大人吗？仙师认错人了，小人一直在宫中护卫陛下，哪敢对您射箭，更不敢追杀公主啊！魏渊，朝堂上你不认，在仙师面前你还敢狡辩不认？公主殿下，仙师，凡事讲求证据，小人对大钱忠心耿耿，您就算是仙人，也不能充公无人清白啊！不错。纵然是仙师，也需拿出铁证。若只是以仙法压人，平白冤枉忠良，那与草菅人命的妖人无异。没有证据，看你这仙人如何下签。幸好老子这次来之前做了充足的准备，要铁证是吧？行，那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看看什么叫回溯天境。光。他竟能把光柱囚禁在一个方盒之中。祥宁公主殿下，别跑了！活人，巨大的活人被封印了，神仙显灵了！把人的魂魄和声音拘押在方寸之间，这是搜魂夺魄的无上仙法呀！镜中水月皆为真实。仙人之力竟能逆转时空，让真相重现人间。铁证如山，那谁，这算不算证据？搜魂夺魄，我的魂魄被拘走了，相爷救我，救我呀！逆贼，竟敢背着本相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死不足惜！仙师法眼如炬，老臣心服口服。陛下，臣要检举。陛下，臣与逆贼不共戴天，失手之魏渊重伤倒地，还请陛下发落。丞相大人，你这气顶宝车的戏码唱的确实精彩，不过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殿下，何意？本宫如今已请来仙师真身，按照约定，你应受的惩戒是不是该主动承担了？殿下且慢，老臣的命不值钱，死不足惜。但当初的赌约是先必须当中变出10万担粮食，以救我大钱100万灾民。但就算这大铁盒子里面塞得满满当当，也绝不可能装得下10万担粮食。若拿不出10万担，他便是用了障眼法的妖人，老臣死也不服。10万担，真的能有10万担粮食救命吗？装不下，这不是巧了吗？老铁，卡车里拉的只是个零头，老子可是花几千万搬空了几个粮食车，随身空间里塞的粮食够把你们都埋了。什么赌约？你跟他赌什么了？仙师，他方才在逼迫灵儿，若请不来您降下10万担粮草，灵儿就要嫁给他那个不学无术的长子。居然想让我戴绿帽子！卧槽！原来你搁这算计我的人呢。行，赌约继续。不过本仙师要你的狗头没什么用，又不能当球踢。既然是赌，咱们就玩点实在，我们就赌阴。丞相，若仙师今日真能变出10万粮食赈济苍生，你便拿出1万两黄金、10万两白银献师，全当赎你这颗项上人头。丞相可敢？1两黄金，1两的金彩1000。我操，这随随便便一算价值5个亿啊！发了！本仙师勉强同意这个提议。他犹豫了，他想用钱来给自己找台阶下，他绝对拿不出10万担。但若是仙师拿不出这10万担粮食，就证明你是祸国歪民的妖臣，不仅要祥宁公主下嫁，
还要你这妖人万箭穿心。一言为定。不过丞相大人，希望你的钱库跟你的嘴一样硬。怎么样？粮食在此。是粮食，仙师显灵了，咱们有救了。这铁皮怪物竟能拉动如山谷。看诸位，朝廷赈灾的粟米极其压秤，可是你们看这铁皮车，装了如山的麻袋，车胎和脆身竟然未被压塌半分。依老臣看，里面装的根本不是粮，而是极轻的麦仓腐皮。他拿垃圾糊弄陛下，糊弄大钱百姓。我就知道，天下哪有这等好事。老邓，大钱的粗糠都长这样。雪花牌历历无瑕，这怎么可能？纵是大钱皇室最高级的贡米，也远不及此米万一呀！好香，生米竟然自带奇香，这是天庭的仙米。老夫活了大半辈子，今日方知何为米香。精米又如何？哼！老臣斗胆问一句：你这装粮的铁车，是不是只有这一辆？对啊，就开过来这一辆。哈哈哈哈哈！滑天下之大稽！你这铁车撑死了也就装1万担，距离你夸下海口的10万担赌约还差得远。陛下，他输了。他没凑齐10万担粮，按赌约，请立即将这7军妖人就地正岗。确实没有1万担，不过有这么多，也能证明仙师是仙师了。这些粮食经过官家层层盘剥，能有几粒到我们前？终究还是得饿死。看来，终究是朕奢望了。仙人的伟力也是有极限的吗？大钱的国运，难道真要断绝于此？谁敢？仙师！赌约因灵儿而起，灵儿拼死拖住他们，您快用穿梭时空之能逃走，绝不能连累你。行，哥本想低调行事，你竟如此。今天哥不仅让你赢，还让你赢得风风光光。哼，老邓，高兴的太早了吧？谁说我输了？给我开！这样够吗？不够的话，我还有。老夫掌管大钱钱粮数十载，也从未见过如此如山如海的粮食，这何止10万担！活神仙，仙人来救咱们了！仙师，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到。这波逼装满分。降下无尽梁山，大钱有救了。怎么可能呢？假的，一定都是假的，是妖法，是障眼法！这方方正正、银光闪闪的是何物？别碰！不许碰！这根本不是粮食！这妖人在里面掺杂毒物，定是心怀鬼胎，想毒死大钱市民！相爷，您这就有点严重了吧？我来替各位试试。好浓的油水味儿，这是什么佳肴的味道？入口酥脆，满颊生香，世间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美味！相爷，与这仙家食物相比，咱们从前在这朝堂之上吃过的那些山珍海味，简直就是在吃猪食啊！好甜，这口感软绵如云朵，还有这浓郁的奶香。天界的东西竟如此美味，肉香浓郁，还带着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奇特鲜味。与之相比，御膳房那些寡淡之物确实索然无味。不愧是仙家食物，老夫活了这辈子，今日才算开了阳荤。这红红的卷带，竟让老夫舌尖如火烧，却又欲罢不能，爽在！
玩慢点吃，神仙显灵了，咱们有救了。都疯了！你们这是被妖法蛊惑了神智，这种奇形怪状的皮子包裹着的东西只能入口。相爷，这是仙家食物啊，这感觉像是在含着天上的。胡说！定是你这妖人使了什么迷魂招数。老夫今日便亲自一试，揭穿你的真面目。老邓，刚才谁说这是穿肠毒药来着？现在想吃了？你，老夫是为民试毒，试毒也行。本仙师这里概不赊账，想吃给钱，拿去。哟，极品洋日玉，成色不错，玉佩好呀，玉佩值钱，成交。真香，怎么会这么香？老夫输了。丞相大人，既然认输，2万两黄金，20万两白银，你看是不是该？仙师，这笔银钱限额巨大，能否改日？金无畏听令，即刻前往丞相府中取仙师的2万两黄金，20万两白银。仙师降粮救我大钱市民，大钱绝不会做违约之事。怎么，朕的金无畏，朕指挥不动了？这是干嘛？想赖我的账？刚死的那个姓魏的你没看见，还要站在丞相那边？弟兄们，拔刀！你们怎么？整整1年了也没发几个钱，家里老小连草根都吃不上。仙师赐粮救命，你他妈还想让我们跟着你违抗仙师去送死？丞相，你要和他造反？陛下明鉴，老臣绝无造反之意，老臣与这逆贼毫无瓜葛，老臣愿赌服输，立刻出马上缴。相爷，你过河拆桥，往日种种，你都忘了吗？吾等誓死效忠仙师，誓死效忠大钱，万死不辞。发了，2万两黄金，按现在的金价，可是价值整整10个亿啊，10个亿，都够潇洒几辈子了。银子这玩意儿，在现代卖不上价呀，不如，副统领是吧？这20万两白银，本仙师赏你们了，就当是给大伙府发的工资和年终奖，拿去买肉，让老婆孩子吃顿好的。以后跟着陛下和我好好干。仙师恩图再造，吾等誓死效忠仙师，誓死效忠大钱，万死不辞。当兵的都发俸禄了，咱们什么时候能领粮食？那花花绿绿的仙家吃食，真想咬上一口啊！省省吧，你看那些当官的眼神，这些精米和仙家美食，肯定全被官老爷贵族们拉进自己的宅屋里。能从他们指甲缝里露出点米，给咱们施粥，就已经是老天保佑了。金吾卫听令，速速将这些赈灾粮草装车，全部运往户部大库，由本官统一造册，再行安排赈灾施粥事宜。快办！慢着！我错了，还你。仙人恕罪，请饶恕我妹妹，她不该贪吃碰这些仙家粮食，她只是饿了3天，实在没忍住。求求您别打我妹妹，要责罚就责罚我。你们哪里错了？我又怎么会打你们？这些粮食本就是给你们这些灾民的。这些粮食是用来救济灾民的，如今100万灾民就在这问仙台下，还搬去你的库房干什么？仙师，此乃大钱律法，救灾粮需入库查验，再由各级官员按规矩。少拿这套废话糊弄我！进了你们的库房，这粮还能出来几成？金吾卫听令，不用入库，就在此地，现在立刻将所有粮食分发给在场灾民。还愣着干嘛？上来领吃的！谢陛下，谢公主恩
相爷，那仙师挥手间降下梁山，瞬息夺人魂魄，此等神威，绝非我等凡人所能招惹啊！是啊，相爷，那精米老夫吃了一口，至今唇齿留香。若他真是上界真仙，咱们这么针对他，怕是要招来天谴。真仙，本相观察许久，他从未显露过半点法力修为。面对挑衅，他也只是利用那些奇迹苗柱的工具恐吓，却从未真正动用过移山填海的仙术灭杀而已。更何况，你们以为祥宁公主口中那个仙人降世的预言是真的？那不过是先帝当初为了稳固那风雨飘摇的皇位，故意编造出的谎言。哼，连预言都是假的，那所谓的仙人，不过是个胆大包天的江湖骗子罢了。继续试探，本相要亲手撕开他的画皮，让他露出马脚，彻底掐灭那对姐妹的最后一点念想。来，尝尝上界的小点心，保准你们在大前吃不到。仙师，这口感软绵的像是天上的云彩。灵儿，你先出去，朕有要事与仙师私下相商。是，皇姐。仙师，或者说陈凡先生，朕是否可以相信你？陛下，这是何意？你确实能拿出诸多惊世骇俗的仙家神物，但灵儿的寻仙之路从一开始便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那所谓仙人降世拯救大钱的预言，根本就是先帝当年为了巩固政权、稳定民心，故意编造出来的谎言。预言是假，所以你绝不可能是仙人。那么，陛下，既然看穿了，您是否还愿意相信我呢？你救了灵儿，又凭空变出10万担粮食，救了大钱数万百姓，今日更是替朕收服了金无畏。可是，朕不明白，你做这些的理由究竟是什么？陛下说的没错，我不是什么神仙，我就是个普通的小老百姓。所以，我的理由很简单。我做这些，不过就是为了求财，还有求美色罢了。陛下，小心刀剑无眼。你在撒谎！凭你手里那些神鬼莫测的手段，天下之大，你想要荣华富贵和绝色佳人易如反掌，根本没必要卷入这九死一生的大钱朝堂。一个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却又不肯说实话的人，留着对朕而言就是最大的威胁。我说的句句属实，是陛下您没明白，这世间还有哪里能比皇宫更好赚钱？至于美色，这天下最漂亮、最具美色的女人，不就是您和公主殿下吗？放肆！死到临头还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你当真不怕死吗？我能变出10万担粮食解决亡国危机，自然也有自信征服女帝陛下。你情我愿的买卖，我有什么好怕的？好个你情我愿！朕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敢把如此厚颜无耻的话说得这么理直气壮。若是你能帮朕速朝朝堂拿回权柄，复兴大钱，朕就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不，征服您是以前的想法，现在我不想。你什么意思？我刚花了大代价帮陛下摆平饥荒，收服金无畏，转头就被您拿剑架在脖子上。那要是我帮您夺回权力，您却过河拆桥怎么办？我不怕死，但我绝对不当被背叛的丑角，除非陛下现在就给点实在的奖励表示表示。毕竟，陛下您也不想看着大钱就这么亡在那群奸臣逆党手里。皮囊罢了，只要能将他彻底绑在朕的战车上，改变如今受制于人的局势，值得。我操！
我他妈是想要钱啊！这是啥意思啊？不过女帝陛下的吻也不是不可以。仙师，我把你要的宝贝都找来了。你们……哦，那什么，我眼睛进沙子了，陛下给我吹吹眼睛里的沙子来着。这块极品鸡血石是你解决此次危局的赏赐。哇塞，这么多宝贝，发财了！灵儿，你简直就是我心中的女神。仙师又笑话我，灵儿整个人都是您的，这些凡俗之物，您想要多少，灵儿都给您找来。那个灵儿，这些宝贝蕴含的能量极大，我得赶紧回去，把它们转化成守护法阵的能量。先走一步，等我带更多好货回来。顾氏集团联手江城其他家族，准备大量珍稀文物。如果咱们拿不出顶级的古代文物镇场子，明天的跨国展览我们就一败涂地了。苏总，缺货啊，早说嘛！大前皇室的雕工，毫无青涩的极品羊脂玉，这单拎出来一件就是无价之宝啊！陈先生，你这袋子里莫非还有几件这样的稀世珍宝？几件？苏总，小了，格局小了。怎么，不够？够了，办个博物馆都够了。哦，对了，差点把这个大件忘了。鸡血石，这么纯的鸡血石，怎么可能？唐教授，陈先生，你是不是半夜带人去大钱的国库抢劫了？合法收入。陈先生，你救了苏氏集团的命，我先付10亿货款给你，立刻转账。去，叫财务立马打钱。好。支付宝收款。已收款10亿元，这特么是10亿呀！我就是当万年牛马也挣不到这么多啊！发了，这下真的发了！以后咱也是个有钱人了。对了，苏总，还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你们集团有没有什么新鲜好用的高科技啊？弄2套给我长长见识。古人也不好骗啊。我得多准备点新鲜玩意儿才行。陈先生问的还真巧，最近我们公司为博物馆研发出一套兼具实用和表演功能的高清高速扫描仪，扫描古籍卷轴什么的速度很快，还自带全息投影特效，也许你会喜欢。这么牛逼的产品，那我得来2套，多少钱？陈先生帮了我们大忙，这套设备不用你出钱，就当我们送的。我操！登徒子，你还要看多久？意外，我说我只是路过，你信吗？这是补解你的奖励。陛下，卯时已到，满朝文武已在大殿等候，该上朝了。陛下，如今北方大旱，南方又遭水患，如今国库空虚，为了大钱，臣恳请陛下开启皇家私库，拨银赈灾。停！
口口声声为了大钱，为了江山，一遇到事儿就逼着陛下掏私房钱，怎么不见你们掏出一个铜板来赈灾？就是，仙师，您别信他们的鬼话。他掌管户部，年年报亏空，其实私底下贪墨的银子比国库还多。公主殿下，您怎可血口喷人？微臣两袖清风，家徒四壁，对大钱忠心耿耿啊！丞相大人也说两袖清风，可输掉赌约后，眼睛都不眨一下，随手就让人抬出2万两黄金和20万两白银。相爷都这么富得流油，你这个管天下钱粮的户部尚书还能穷了？仙师，捉贼拿赃，您若是没有确凿证据，便是污蔑朝廷命官。怎么，你也要跟我打个赌？就赌我能不能查到你贪污受累的证据？怎么样？查我简直可笑！户部的账本堆积如山，错综复杂。女帝和公主暗中调查了这么多年，都没查出个所以然来。赌就赌！陈先生若是能找出老夫贪污的账本铁证，老夫所有家产任由处置，项上人头，悉听尊便。但若是您输了，找不到证据，您就必须当着陛下的面，再拿出比昨日更多的仙家粮食，必须将所有粮食的处理权全部交予老夫。您敢接吗？查账我不行，但是我的机器行啊。好，对赌成立，本仙师就让你输个心服口服。吃了咸菜滚豆腐，皇帝老子不及物。舅舅，你怎么来了？少废话，去给仙师把咱们户部的账本都理理。舅舅，那些账本可是堆得跟座小山一样，这怎么理呀？金吾卫听令，都给我搬走。不知仙司是准备如何理这些账本啊？总不会是打算一页一页算吧？那恐怕仙师要在这大殿上算个10年8年呢。尚书大人此言差矣，仙师可是有通天彻地之能，也许仙师能让这些账本里的字一个个自己蹦出来，然后亲口告诉仙师哪儿对哪儿不对呢？仙师，灵儿相信你。哎，还真让你说对了。把账本放上去。本子真的自己动起来了。别愣着了，这本翻完了就赶紧换一本啊！旁边这么一大堆呢，虽然用不了10年8年，但半个时辰还是需要的，搞快点！相爷，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说仙师不会仙法吗？慌什么？别急，就算是把这些账目都理出来了又如何？10年的海量进出账，得算到猴年马月去。是吗？算到猴年马月？菜包，菜包，收到，请回答。仙师这是在呼唤哪位天神？收到了，有什么指示吗？帮我把这些账本资料全都交叉对比分析整理出来，告诉我，这10年户部的账面上到底有多少钱是对不上账的？收到，正在为您分析整理中，模型建立完毕，数据比对中。经过大数据计算可知，账目空缺共计1200万两白银，所有相关造假账目、阴阳账本、证据链已为您整理标注完毕。我操！多少？1200万两！妈的，1200万两白银，这他妈折合人民币得是多少啊？老子卖了那么多绝世三宝，才赚了100亿，还不到这孙子10年贪的零头。大贪官啊，这是！不对，是真的，这账目分在几百个敬宗里，这怎么可能查得出来？怎么可能？完了，全完了！
假的，都是假的，这些都只是账面上的东西，谁知道是不是你这妖人换的窝头上？你说能老夫算在老夫手算，那赃款呢？你把老夫贪墨的真金白银拿出来呀！没有赃款，老夫死也不服！查，传朕旨意，立刻彻查户部尚书名下所有资产，就算掘地3尺，也要给朕查个水落全出。1200万两，大前2年的税银加起来都没这么多。这就是众位爱妻天天在朕面前喊的国库空虚，没钱。我操，1000多万两白银的现款啊！要是让我给翻出来带回现代，不行，这笔横财哥们今天必须拿下。启禀陛下先师，微臣查遍了尚书府邸，又暗查了尚书大人在上京城内的几处酒楼和秘店铺，但都没有发现大宗钱财转移的痕迹和地窖。但我们查到，户部尚书大人在城外有座占地极广的私人庄园。先师，兄弟们把庄园翻了个底儿朝天，连耗子洞都掏了，真没找到藏金银的密室。诸位同僚都看到了吧？老夫为官清正，权力大小那都是为大钱、为百姓服务。有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吗？若真是如此，那和先师凭空捏造罪名有什么区别？先师倒是可以随便诬陷朝廷重臣，可惜啊，没证据，终究只是当众献丑罢了。是吗？没证据。用这个找，只要有金属，哪怕藏在石头缝里，他也能给你抠出来。遵命。走。金砖砌墙。诬陷，这是赤裸裸的诬陷！是哪个爱钱刀的？大半夜偷偷把这么多黄金塞进我家墙里的？先是有人陷害微臣啊！别急着喊冤，你刚才亲口承认，这是你家的庄园了。先师，我1分钱都没动啊！我不敢啊！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穷怕了，真的穷怕了。看着这么多金银，臣每天提心吊胆，真是1分钱都不敢花呀！先师，乖，这他妈得是多少吨黄金啊！比丞相那老狐狸上次拿出来的还多出好几倍。这要是全搬回现代，随随便便就价值几10个亿了吧！发财了，发财了！启禀先师，这法器神了！我们在后院假山下面，顺着法器的指引，找到了一个极其隐蔽的地下密室，里面还有一大堆金银珠宝。我操！还有，快带路！彻底发财了！就这架子上的随便拿一件去现代拍卖，也得1000万起步吧？这里的东西加起来，至少价值100亿！哥们儿，这波赚翻天了！先师，这是在密室暗格里搜出的房契和地契，全都是户部尚书在上京城最繁华地段经营的酒楼、当铺和胭脂水粉店。粗略估算，每月光是进账的毛利就有好几万两白银。好家伙，这老邓不仅贪，还挺会做生意。拿来吧你！
公主殿下，你可真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啊！仙师，大家都看着呢。禁护卫，所有金银宝物、地器、电器都带走，咱们回宫向陛下报喜。这次陛下该用什么奖励我呢？嘿嘿。启禀陛下，卑职带人查抄尚书府，共超出黄金、白银及奇珍异宝，总计折合白银1600万两。尚书大人，你还有何话可说？丞相，来人，拖下去，择日问斩，满门抄斩。丞相救我呀！往日种种，难道您都忘了吗？丞相！哦，户部尚书和丞相之间还有小秘密？什么？臣与他不过泛泛之交。望诸位爱卿引以为戒。朕金口玉言，按照此前赌约，这查抄出的1600万两，全数归仙师所。陛下不可，此乃国库之本，怎可尽数交于外人？立下赌约时，你们怎么不来？愿赌服输，谁再多言，与户部尚书同罪。哈哈哈哈哈！多谢陛下赏赐。怎么，丞相大人也想和我赌一赌，证明自己的高风亮节？哼，不必了。仙师之能的确不凡，但愿仙师能一直这样笑下去。退朝！1600万两，本该是老夫的，全给那妖人做了嫁衣。爹，息怒，那妖人再会变戏法，也斗不过真金白银。咱们不如借世家豪绅的手，掐死上京城的经济命脉。他法力再大，还能变出全城百姓的吃穿用毒不成？好计！你果然比耀文、耀武那2个废物顶用。经济一断，就算是仙师有力也无处使。你立刻去把钱掌柜他们秘密召来。行，我现在就去。对了，给我花重金请刺客幽月，我就不信宰不了那妖人。户部尚书被那姓陈的斗倒了，那仙师行事毫无顾忌。等他顺着户部的烂账查下来，在座的各位一个都跑不掉。仙师和女帝联手做大，火烧眉毛的是丞相大人您吧？咱们都是生意人，不见兔子不撒鹰。丞相大人别扯这些没用的，直说吧，要咱们怎么干，咱们又能得到什么？各位手里捏着整个上京城的米面粮油百货日用，本官要你们全面断货，通才物价，激起民愤。不错，断粮之后，本官会派人四处散布谣言，就说仙师那10万担赈灾粮根本不是仙法，而是用妖术抽空了全城的物资变出来的。届时全城百姓怨气滔天，必将冲击皇宫。女帝迫于天下悠悠众口，只能亲手处决仙师，下罪己诏。这朝堂依然是咱们的天下。这可是要冒抄家灭族的风险啊！丞相大人，这买卖可不便宜。事成之后，大钱一切经商特权，老夫大笔一挥，全归你们。更何况趁着断供，把物价涨个10倍，各位也能从上京城百姓口袋里捞一大笔。仙师为大钱除去巨贪，功在社稷。见您终日着旧衫奔波，朕特备云锦朝袍一套，聊表谢意。陛下的心意我领了，不过一套衣服就想打发我，总得再给点实际的奖励吧。
什么奖励？大人的事小孩别管，去门外等，我跟你黄姐谈机密。登徒子，灵儿还在门外，你怎敢放肆？拿我该得的奖励，有何不敢？朝堂不稳，巨款进国库必被分食，反倒像情人间的私臣纠缠。你当众赏我，分明是拿我当挡箭牌，替你接着烫手山芋。竟被看穿了，怎么，你不愿意？我的女人当然护着，但这卖命的活，陛下打算怎么卸？这样够吗？不够。陛下，出大事了！陛下，陛下，奴才刚得到消息，京都所有商铺都断货了。如今京都物价飞涨，外面都说什么？都说是仙师做法，把百货全抽空了。一派胡言！明白了，感情又是冲我来的。我要没猜错的话，又是丞相那狗东西。随我去看看这群老狗玩什么花招。10两，你们怎么不去抢？这是要逼死我们啊！现在满城缺粮，嫌贵，爱买不买，饿死活该。我买，给我一斗，我出11两。大家买不到米，都是因为那个妖怪变的仙师施展妖法，把全城的米都变去给自己要买人心了。出妖师要米粮，出妖师要米粮。火候到了，进宫通报我爹，带百官逼宫，烧死妖人！陛下，民怨沸腾，若不杀了这妖人，大钱社稷将毁于一旦呐！放肆！仙师乃大钱恩人，谁敢动他？陛下若拿不出解决百万军民吃穿的办法，就请以社稷为重，莫为一妖人荡送江山。陛下，大局为重啊！好一个大局为重！一口一个妖人，不就是要解决危机的方案？多大点事儿啊！怎么，输的还不够啊？你这妖人，以妖法取走全城货物，百姓如何存活？是谁干的，丞相心里有数。不如我们再打个赌。如今整个京都世家都与我合作，所有货物都在我手。你就算能变出粮食，也变不出这百万礼品所需。赌就赌，我倒要看看你这妖人还有什么妖术。行啊，这次赌大点，我若输了自尽，你若输了，拿出20万两黄金，2000万两白银。老狗，敢吗？妖人，这次上京缺的不仅是粮，百货全都断了。你再变出20万担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少他妈废话，就说敢不敢？不敢别在这丢人现眼。老夫有何不敢？满朝文武作证，我跟你赌了。所以说，你还真他娘的有20万两黄金，2000万两白银啊！老家伙，你藏得够深，比刚砍头的户部尚书贪的还多。你竟敢诈我！陛下，老夫两袖清风，所说的是变卖全族之家产，才能勉勉强强凑出。我管你怎么凑，赌约成立，看本仙师如何破了你们的局。仙师你糊涂啊！上京城100万张嘴，那得要多少座梁山，多少商货？就算是神仙，法力也有耗尽的时候啊！陈凡，你这次太冲动了，
这根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死局。缺货，断供。呵呵，小爷这次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怎么破了他们的局。以现代生产力，只要钱给够，养活整个大钱都不叫事儿。跟我赌这个，不就是送钱给我吗？几位客官，真对不住，店里没货了，去别处寻吧。放肆！瞎了你的眼！这位就是接手此店的仙师大人。仙师恕罪，小人有眼无珠。起来，这酒楼如此大，就算是近日上京城货物短缺，这儿也不该变得这样空空如也吧？仙师明鉴，前2日店里涌进大批生面孔，二话不说扫空了所有存货。起初小人还挺高兴，谁知去补货时，所有供货商都说航道受阻，货物紧缺，死活断了咱们的供。没货卖，伙计们全跑了，就剩这一个还在偷懒。上京城这些店铺还未传出缺货的消息，就已经有人在扫货了。这些人果然是有备而来，知道是哪儿的人吗？我见过其中一个，是几大世家豪族中钱家的人。仙师，灵儿明白了。哦，能有这般大手笔扫空货货，还能截断货源、抬高全城物价的，只有那些掌控大钱经济命脉的世家豪绅。他们垄断了米面粮油、胭脂酒水等各方面的商品，比朝中大臣更有话语权。只是不知为何这些世家豪绅为何要突然针对您？还能是为什么？有人急了呗。不用管，这些人以为自己很聪明，但其实他们可是给我们送了个大礼。大礼？掌柜的，如果本仙师拿出海量的现货，他们不卖咱们买，岂不是能瞬间吸干整个上京城的客流？仙师高明，可问题是，咱们去哪儿弄货呀？您就算能像在问仙台那样变出10万担粮食，可这酒楼和脂粉铺、茶馆、琉璃阁等，光卖大米也不顶用啊！谁告诉你，本仙师只会变粮食了？断供，今天我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琉璃，通透如冰的极品琉璃，小人做了一辈子买卖，从未见过品相如此惊人的琉璃宝器呀！老天爷啊，细如积雪的白糖，没有丝毫苦涩味的精盐，还有这细滑如纸的白面。仙师，这些神物随便拿出一小把，都足以在上宫城引起10级大地震。可您竟然摆了整整一屋子，小人这不是在做梦吧？别好了，擦擦眼泪。我就问你，有了这些硬通号，够不够撑起咱们旗下的铺子？够了，太够了！可只是撑起店铺，只要把这些神仙宝贝摆上货架，整个上京城都要为之疯狂，咱们的门槛都会被他们踏破。可是仙师，这些神物您手里还有多少存货？这一屋子看起来虽多，但若是引来全城疯抢，顶不住多久的。哼，存货要多少有多少，本仙师的货源源不断。我只怕这上京城买东西的人兜里的钱不够多。仙师法力无边，那咱们这些神物该如何定价？定价？仙师，以这些东西远超凡俗的品质，就算我们翻个4、5倍的价格，那些世家大族也会抢破头。
不，所有东西只比市场价涨1成。1成？仙师，您没开玩笑吧？这些可都是品质极佳的仙家之物啊，只涨1成，这跟白菜价白送有什么区别？既然那些世家豪绅主动断供，把上京城的市场大盘全让出来，那本仙师当然要张开血盆大口，把整个市场全吃下，用绝对碾压的质量，加上极低的价格，我要让那些世家豪楼的库房里连一根草都卖不出去。这上京城彻底变天啦！仙师，神了！咱们的货卖疯了，外面排队的人已经绕了3条街，整个上京城的百姓现在全都是咱们的贵客了。仙师真是算无一错。这还得好好多谢丞相大人呢，要不是他联合世家搞断供，咱们怎么能这么轻易的把整个上京城的市场一口吞下？不仅如此，他还给咱们准备了20万两黄金、2000万两白银的大礼，等着咱们去拿呢。如何了？那妖人的铺子有没有拿出货来？那聚贤酒楼开没开业？回相爷，各位爷，仙师的店铺十分火爆，全城的百姓都去他们那儿买货了。你说什么？这不再是仙师的死局，而是我们的死局！慌什么？如今看来，只能尽快除掉他了。相爷，他可是会凭空变物，这等神仙手段，我们如何能杀得了他？老夫早就看透他了，他除了能变出些奇技巧巧的物质，自身从未展现过什么呼风唤雨的神通法术。他的肉身也不过是凡人罢了。只要找一绝顶高手，趁其不备，一击毙命，神仙也得死。去，把幽月请出来，我要他死。灵儿，那可不能怪我呀，是陛下让嬷嬷把你送回宫的，又不是我。哼，你们2个每次都当着我的面偷偷摸摸，还不如明着来呢，太过分了。本以为是什么高洁之人，没想到也是个沉溺女色的登徒混子。行了，小祖宗，别生气了，给你看点有趣的。我才不看。这不是咱们酒楼吗？这黑衣人是谁？怎么可能？他竟有千里眼般的仙家手段。这里面的黑衣人，他现在就在外面在看着我们。是啊，外面的朋友不进来喝杯茶吗？闭安！不好！走！
厉害！硬扛一发 RPG 照弹竟然不死，不愧是顶级刺客，这身体素质就是不一样。不过，若是我再拿出一发炮弹，阁下又该如何应对？你不讲武德！拜托，这可是你自己的，怪我喽。抬走治好他，关进密室，我要亲自审。说，是谁派你来的？是不是丞相？还有没有同党？不开口，那我只好……你想干什么？别过来！你是丞相的什么人？情人、亲人，还是受胁迫花钱找来的？哦，都不是，那还能是什么？我猜猜，总该不会是为了还恩情吧？他怎么会知道？我明明什么都没说。仙师，您还会读心术？这很难吗？读心术？难道他真是仙人？那我……你知不知道丞相的下一步计划？这你也不知道？那你知道丞相有什么底牌不？你还是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那要你有何用？还是杀了吧。等一下，我说。相爷，小人在聚仙楼外守了半个时辰，只听见3楼传来一声极其恐怖的巨响，犹如天雷现世，但未见其他动静。巨响，定是幽月得手了，那妖人肯定被炸了个粉碎。蠢货！若妖人真死了，皇城的金吾卫早就暴动封街了，如今悄无声息，多半是幽月失手。相爷，咱们为了此事已经是倾家荡产，如今底牌出尽，那陈凡又是个杀不死的神仙，请恕钱某不能奉陪了。各位，相爷，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现在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别想独自跳船。老夫并非无路可走，只不过需要各位出点血，把你们养的私兵集结起来，拿出你们的家底，凑足银两，随老夫共谋大事。相爷想这么做？如今上京城外还聚集着几万吃不上饭的流民，老夫要你们出钱去收买城外黑风寨的山匪，让山匪混入流民之中，煽动暴乱，冲击城门。你去联系黑狼，告诉他，事成之后，荣华富贵享之不尽。煽动几万辽民暴乱，可就算暴乱，那仙师手段通天，万一混进流民山匪干不掉他。谁说老夫指望那群山匪能杀陈凡了？几万流民暴动，金吾卫必将全员出动去镇压，那陈凡也必定会被城外的乱局拖住。这叫调虎离山。只要陈凡一走，老夫便有办法直捣黄龙，带兵冲进皇宫，逼女帝退位。狼叔，计划就是这样。事成之后，这几箱金银只是定金，大头在后面。大侄子，这事儿不好办啊。
煽动流民冲击上京，这可是诛九族的杀头大罪。况且我可是听说了，那姓陈的仙师极其恐怖，连天雷都能召唤。我这黑风寨的兄弟们也是拖家带口的，不好对付啊。这么说，狼叔是不愿意参与了。得加钱。你们这样刺客不应该是很嘴硬的吗？怎么这就投降了？如此善变，不能留。并非我善变，丞相用父辈人情让我杀你，我虽失败，却也尽力，人情已还，现在自然要为自己谋条生路。我虽被抓，但不傻，不想为一个已经还了的人情丢掉性命。可你什么都不知道，留着也没用啊。何况不管怎么说，你还差点杀了我。我有用，我知道丞相最近与大将军来往密切，也知道相府与城外一伙山匪联系紧密，更知道他们在暗中集结私兵。而且，以我对丞相的了解，他生性狠辣果决，刺杀失败，他定然会兵行险招。幽月青木仙师无上法术，愿追随于你，做一名贴身护卫，任凭差遣。居然没有说谎，那收个美人高手当护卫倒也不错。仙师，灵儿，你想啥呢？我会是那样的人吗？入我麾下，得守我的规矩，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规矩。带上他，你就是我的人。要是敢背叛，就杀了你。听懂了吗？若你有反叛之心，这手环绝对会让你后悔。幽月，誓死效忠。仙师，出大事了！城外数万流民突然暴动，正发了疯一样疯狂冲击南城门，守城兄弟快顶不住了。这时候突然暴动，八成是丞相搞鬼，而且调虎离山。辽民暴动不过是个幌子，丞相真正的图谋，也许是趁机调攻禁卫，直捣黄龙，拿下女皇帝。你亲率禁卫精锐，火速驰援皇宫，死守陛下。那您这边？仙师，你疯了！100人去镇压几万暴乱的流民，你会被他们活活踩死的。本仙师有的是仙家手段，收拾一群跳梁小丑罢了。你必须活着回来，不然灵儿做鬼也要咬你。好，100人跟着我去南城门。乡亲们，天下大旱根本不是天灾，是城里那个妖师抽干了大钱的龙脉和地契。妖师封锁城门，就是要把我们饿死在外面当祭品。砸开城门，抢粮食，喝汤吃肉！砸开城门！他就是那个妖师，杀了他！动手！动手！水龙是吐水的水龙，仙师是下凡的真龙王啊！你管他什么龙王，不让我们活的都是妖怪！起来冲啊！都抬起头来，不准跪！让你们卖儿于女，活活饿死的不是天灾，更不是妖魔，是一个上书就能贪墨的几千万两白银，是几个世家联手，宁愿让粮食在地下发霉，也不给你们一口热粥的贪婪。到底是谁在抽给大钱的地契？是我还是他们？哭没有用，杨伟秦莲也换不来粮食，
本仙师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把大钱的命脉从那群吸血鬼手里抢回来。本仙师不施舍可怜虫，但我需要开天辟地的工匠。我正在城外筹建极其庞大的水泥厂、肥皂厂，别说你们2万人，就是20万人我也照单全收，并且只要进厂做工，包吃包住。我要让你们靠自己的双手，站着把饭吃了。这就是进厂干活的第一顿工作餐，吃。天哪，又软又甜，真的是神仙的吃食啊！陆王爷，我有一把子力气，让我进厂，我不要工钱，只要每天吃1口鲜饼。选我，仙师选我！老朽瞎了眼啊！仙师给咱们活路，咱们竟然拿锄头对着仙师，咱们真该死啊！不对啊，咱们一开始只想讨口饭吃，根本没想造反。是谁？是谁刚才一直在人群里扯着嗓子喊，说仙师吸干了地气？是谁非逼着咱们砸城门的？对呀，刚才在外面就是那几个外乡人一直在拱火。没错，就是这个刀疤脸骗了我们，他们根本不是逃荒的，是他们煽风点火，想害死咱们和仙师。干！既然暴露了，兄弟们拼了！杀妖师！老夫仙师，谁也不许让你回复王爷！一群只会耍阴招的跳梁小丑罢了，对付脏东西就得最大水压上！给老子顶住！跑，快跑！留10个兄弟在此地维持招工秩序，剩下的人随我追。斩草要除根。驾！娘的，那妖人的水龙真邪门！幸亏老子跑得快，不然非得被活活踩死在城外不可啊！老大，那妖师手段极其恐怖，要是他带人追到咱们山寨来，可咋办啊？怕个鸟！咱们黑风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况且咱们寨子里有上千号敢打敢拼的兄弟，怕他？等城里事发，没人顾得上咱们就带着这些真金白银，从后山密道撤退，换个山头继续吃香的喝辣的。老大英明，跟着老大吃香喝辣。乌龟壳倒挺硬。这山寨地势太险，强攻死伤必重，而且里面少说有上千人，咱们这几十号人恐怕吃不下，不如仙师先回城，多带些人手来。太麻烦，不必。都下马，看我表演。喂！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放下武器，双手抱头，排队出来投降。他说什么？几十个人包围了我们1000多人，这妖师脑子进水了吧？
老大，那妖师追到山脚下了！慌什么？他带了多少兵马？就带了几十个骑兵。不过他放出了一大群怪模怪样的铁鸟，正往咱们山寨飞过来呢。几十个人就想打老子的山寨？铁鸟能有个屁用？还能把我们1000多号兄弟活生生啄死不成？来，接着奏乐，接着喝！这什么玩意儿？铁疙瘩。外面怎么？天法，这是天法！仙师饶命！仙师饶命啊！这些金银全是丞相给的，小人知错了，小人被猪油蒙了心。求仙师大发慈悲，给小人一条活路吧！我不能替那些被你们煽动、害死在城门外的流民说原谅，也不能替那些曾经被你们祸害过的百姓说原谅。你们根本不是知道错了，你们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把金银搬上。回城发财！大哥，爹和耀祖都在忙造反大计了，咱们俩堂堂相府公子蹲这儿干嘛？笨蛋，爹让咱们在这儿蹲守那个妖师，一旦看到他回来，立刻去通报耀祖。仙准长啥样啊？仙师，八成是个白胡子老头，盯着那些老头就行了。这瓜多少钱一斤啊？2两银子一斤。你这瓜皮子是金子做的，还是瓜栗子是金子做的呀？现在城里乱成这样，哪有瓜呀？你嫌贵，我还嫌贵。给我挑一个。行，这个怎么样？这瓜保熟吗？你故意找茬是不是？要不要吧？你这瓜要熟，我肯定要啊。那它要是不熟怎么办啊？要是不熟，我自己吃了它。满意了吧？称什么称？你给10两银子得了。是你根本不会用秤吧？你是故意找茬是吧？不要赶紧滚，要不然老子揍死你！哼！你们是相府的人。知道我们是相府的，还敢劈我的瓜？要我别装了，去府上叫人揍他们！他妈的，平时都是我哥俩欺负人，今天能让你欺负了！你找死！饶命！丞相府这会儿应该很忙吧？
你们还有闲心在这儿卖瓜？我说，是我弟弟和我爹让我们来这儿看着，一旦发现仙回城，立马给我三弟通风报报。小子果然准备动手了，还好我们回来的快。带上他们，去把那个什么三弟也抓了，再去宫里找他们的爹。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小相爷，您要点什么？听说你们这儿有个叫红烧牛肉泡面的东西，味道不错，给本公子来一碗。那狗丞相一家真是可恶，贪了不知多少民脂民膏。就是，相府平时欺男霸女，官商勾结，这次输掉赌约，真是活该。你要干嘛？本公子最讨厌吃葱花，要是等会儿端上来的牛肉面里有一丁点葱花，一生气可就要杀你出气了。他是故意来闹事的，别冲动，等仙师回来。这次泡面发现了没有葱花，可我不吃牛肉。等等，小相爷，这面里根本没有牛肉啊！放屁！红烧牛肉面里没牛肉。哎，红烧牛肉泡面只有这几个风干的素肉丁，真没有牛肉。好，那老子不吃面。哟，给我揍！你他妈谁啊？知道我是谁吗？大哥，二哥，妖族，收手吧！外面全是仙师的人，我们败了。反抗的话，他们下手会很重的。仙师又如何？我方才只是和那女人开个玩笑，没动她分毫。你凭什么打我？那尝尝。我不吃。尝。好吃吗？那现在该给钱了。给，不就是一碗面钱吗？我给。不够。这是价值500两的银票，不够买一碗面。不够，你家的瓜敢卖2两银子一斤，我这夺天地造化的仙家面，要你多少钱都不贵。够了吗？不够。都给你，够了吗？够了。站住！怎么？面钱都给了，还不让走？他刚才吃了2碗面，是不是只给了1碗的钱？他吃了，没错，吃了2碗，只给了1碗的钱。你确定？这可是相府的公子，堂堂小相爷，怎么可能吃了2碗面，却只给1碗的钱？哼，我确定。放屁！我就吃了1碗，刚才也已经给了那1碗的钱。吃了2碗面，却只给1碗的钱，小相爷，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我就吃了1碗啊！你要怎么证明呢？我证明给你看，我剖开肚子给你看，到底是1碗还是2碗？错了，我错了，求求仙师放过我吧！以后谁敢在我的酒楼，在我的地盘作恶，我就会让他像今天这样，体会体会被作恶的痛楚。妖师，你以为你赢了吗？哈哈哈哈！
我爹和大将军已经带着军队赶往皇宫，女帝必死，你输了。所以，我才要带上你3个废物，把这3个公子哥绑了，带到皇宫门前。走，我倒要看看，面对亲生骨肉和皇权炸业，你们那个冷血贪婪的丞相爹到底会怎么选？真是好难猜啊！带走！放开我！你离开！你完了！哈哈哈哈！陈凡，你抓了我们也没用。我爹和大将军的几万私兵早就把去皇宫的路给彻底封死了。从这里到皇宫，大将军设了整整18道关卡，全是重兵和巨马，就凭你这几10个人，插翅也飞不过去。是吗？这不是你用来运粮食的大铁盒子吗？你指望这笨重的铁盒子带你突破巨木冲锋？不错，居然被你猜到。全都上车！大将军也太小题大做了，里3层外3层设了18道重卡，就为了挡一个装神弄鬼的妖师，真有必要？大将军说了，那妖师邪乎得很，小心为妙。邪乎个屁！就咱们这防御，别说一个妖师，就算是一整支铁伏明骑兵来了，也绝对冲不进去半步。这是什么怪物？大将军让我们用肉身抵挡这个，挡个屁呀！快跑啊！这是在干嘛？快停下！啊！前面是宫墙，快停下！你要带着我们自杀吗？众所周知，2点之间，直线最短。臣有本奏，臣要参当朝丞相结党营私，与世家暗中合谋，垄断上京米粮。此乃丞相利用私权贪没国库库银的铁证，桩桩状账，罪不可赦，请陛下明鉴。丞相人呢？今日大朝会，他为何迟迟不见踪影？臣拜见陛下。丞相，这账本上的罪证，你有何话可说？是否认罪？臣无话可说，但臣拒不认罪。这是何意？陛下昏贵失势，任用妖人祸乱朝改，致我大前人心惶惶，社稷不稳。臣请奏陛下，为大前江山计，请陛下禅位，让贤。丞相，你要造反？并非造反，而是清君侧。没错，我们只是要清君侧，除去祸乱朝纲的妖人。至于陛下你，不是被我们所杀，而是被仙师那妖人所杀。果然被仙师猜中了，他们真的狗急跳墙要逼宫。大将军，你也要反？陛下，我本不想的，但丞相大人他给的实在太多了。陛下，此时宫殿之外的金吾卫早已被清理干净，宫中的消息是传不出去的。我劝你还乖乖听话禅位吧。您与公主容貌无双，若愿意鬼身于老夫，老夫还能留你们一条活路。你这乱臣贼子，难道就不怕？哼！既然不是好歹，那就休怪老夫不留情面了。大将军，动手！无耻！你们不要过来啊！丞相大人，女帝归你，这公主殿下我要了。这女人让我当着众大臣失了颜面，抓回去，我必须好好调教调教她。公主殿下，你手中的烧火棍确实厉害，蕴藏雷霆。但若我等不用铁器，避免触碰，你这雷霆又能奈我何？
我的爷爷，好痛啊！别过去，公主身上的法器能喷毒墨，千万不要靠近。这是仙师赐我的法器，看你们谁还敢放肆！公主殿下，真当我们奈何不了你？你卑鄙！丞相准备的还真是充分啊，看来是谋划已久。这都是你和那妖人逼我的。老夫早已研究过仙师那妖人的法术套路，全都是些只能近身伤人的障眼法。只要不近身，他的法器便毫无办法。陛下，公主殿下，老夫说的可对。不过如今再说这些已是毫无意义。女帝陛下，您一直强撑着，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等着那妖人前来救驾吧。可惜今日城外流民暴动，他已被流民死死拖住，如今已是自身难保。何况老夫已安排世家的死俗及大将军的军队在来宫路上设下了整整18层关卡，就连殿外现在已是围着我们的万人大军。别说那妖人手下只有几十个金乌卫，就算他有一支1000人重骑兵队，想要来这皇宫入这大殿，也是万不可能！妖怪，有大妖怪冲过来了！我说了，我不是仙人。我们在来宫路上设了18道重型巨马，殿外更有上万令军围堵。你是怎么冲进来的？怎么进来的？你觉得就凭外面那些木头签子，能挡得住这50吨重的工业凶兽？块头再大又有何用？在这狭窄的大殿之中，你这铁兽根本施展不开。你就算能自保，还能护得住身后的女帝和公主吗？殿外上万大军已将此地围成铁桶，优势在我。仙师，你还能如何？把他的好大儿带上来。3个亲生骨肉的命和大钱的皇权，丞相大人，你怎么选？爹救命啊！这妖人要杀我们！放箭！爹！为了千秋霸业，些许牺牲是值得的。我的儿，为父会记住你们的公心，给我射！仙师小心！仙师小心！来，朝头打！射不穿，他竟有传说中的金刚不坏之身。老夫身后有几万大军，就算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活活淹死。谁能拿下女帝和妖师的人头，老夫赏黄金万两，封万户侯。如今已无退路，都给我上！人海战术是吧？那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人多，还是我的子弹多？下地狱去吧！去哪儿啊？不如我送你们一程。你们这群蛀虫！
吾皇万万岁万万岁！仙师千秋无极。仙师，刚出炉的肉包子，您拿2个尝尝。仙师安好。仙师多谢你，大钱才有现在的好生活，送给你。谢谢你让百姓吃饱饭。自从仙师降临大钱，这死气沉沉的江山终于活过来了。喂，快跟上啊！启禀陛下，仙师，南方水患已彻底止住，仙师赐下的那些水泥神物筑起的堤坝坚如磐石，灾民们已经开始在原地重建家园了。陛下，边关30万大军的欠饷，以及各地官员欠下的俸禄，昨日已全部纵额下发。如今国库充盈，连粮仓里都堆满了仙家精米。天佑大钱，陛下圣明，仙师万岁！仙师，不，陈凡，若是没有你，大钱早已国破疆亡。你为我大钱付出了这么多，这声谢谢，我不知该如何表达。哦，不知该如何表达。陛下，咱们当初可是说好的，只要我帮你复兴大钱，你就委身于我。如今国泰民安，只是一句干巴巴的谢谢，可打发不了本仙师啊。我自然是说话算数的。呀，你干什么？天还没黑。天没黑怎么了？这才是神仙过的日子。陛下，仙师不好了，出大事了！北莽和东耶的联合使团突然抵达上京城门外，他们带着重兵护卫，态度极其嚣张跋扈，看那架势，来者不善啊！